老婆，今天我们吃什么？韭菜盒子，我再熬点小米粥。自从居家工作，老婆点亮了很多厨技。先准备50克小米，泡上水，是200克面粉。200克面粉。取60毫升的开水，先把面粉烫一下。看到没有？需要用开水。打得像疙瘩汤了。再取60毫升的常温水，加入1/8茶匙的酵母，搅拌均匀，倒入面盆中。好，这是1/8的酵母。1/8茶匙的酵母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这点酵母吗？加酵母不是让它蓬松吗？有一定道理。这先卖个关子，等到最后，视频的最后我会告诉你，为什么要加这点酵母。好，加吧。然后要加点油，这点也很重要，因为加油会让酥皮。会就出现酥皮。对，烙了之后，皮会非常酥软，和在一起。如果你面和水的比例合适的话，对，面就光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我盆儿就光了。好，放一个盖子上面，好了。3个鸡蛋。对。好嘞。好的。好，镜头色。炒菜的时候要多一点点。因为要炒鸡蛋嘛。对。好了，倒下去了。但是倒下去以后，你要拿筷子不断的搅动。因为这样搅动煎出来的鸡蛋都是鸡蛋碎。再准备200克的韭菜。倒油的目的呢，就是给它锁住水分。timer。因为不能超过1分钟嘛。等一下啊。好，煮粉丝需要1分钟。好。然后我这时候下粉丝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保证好，最后。好，关火。把粉丝放入凉水中浸泡一下。我们现在来开始切粉丝，因为粉丝只穿烫了1分钟，所以呢不是很软。所以这时候的粉丝不是很软，但是在烙韭菜盒子过程中，粉丝呢就会变完全熟了，大家不要担心。粉丝切好了，然后呢，有些人习惯于放虾皮，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放新鲜的虾仁或冷冻的虾仁都可以，将虾仁剁碎，不用多炒很细的蓉蓉。弄好了吗？现在将炒好的鸡蛋碎加入馅料盆中。刚才炒好的鸡蛋2扣了，放在里面。2扣的鸡蛋，就可以开始调馅子喽。倒2 tablespoon 的香油。
好，先将所有的料先拌一下。哎呀，好漂亮！绿的、白的、黄的。tablespoon 的蚝油 ，tablespoon 的量。好嘞。然后加上胡椒粉，把胡椒粉多放一点没有关系。好嘞，上胡椒粉，然后再稍微加点盐，盐根据个人的口味自行调节就可以。接下来就要包韭菜盒子喽。哇，好香啊！好香，好香！哎呀，能闻到香味儿吧？好香啊！鸡蛋的香味儿加香油的香味儿。对，这个是混合起来，哎呦，还有韭菜的特殊的鲜香，那种清香味儿。对。哇，好香啊！嘿嘿，差点不用剥皮儿就直接吃了啊！好想现在就吃了。现在就是750毫升，也就是说750，这样水开了，这是50克的小米，但是已经泡了20分钟了。一定要等水沸腾，否则小米会粘在锅底。这样熬煮差不多30分钟之后，小米粥就熬好了，就可以放到一边凉着了。我们现在面也醒面了1个多小时，我们现在开始来和面擀皮，包韭菜盒子。面团揉光以后呢，分成8个剂子，我这个量的面团可以做8个韭菜盒子，然后分成8等份儿。现在分成8个剂子，现在开始擀皮。擀皮就跟擀韭菜饺子皮一样。然后现在开始包韭菜盒子，将馅料放入皮中，包韭菜盒子。稍微留个小口，然后把里面的空气排开。对，然后首先这个边要压紧，很重要的，因为只有边压紧了，你煎的时候它才不会破皮儿。好了，然后边上呢，你可以这样也放锅里料，但是我通常喜欢弄一点花边儿。现在我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加1/8茶匙的酵母，因为你加了1/8的这一点点的酵母，所以你捞出韭菜盒子之后，即使花边呢，你也不会感觉到很硬，凉的时候它也不会很冷很硬，凉的时候面皮也不会很硬，花边也不会很硬。这样8个韭菜盒子就做好了。我们现在开始烙韭菜盒子，锅中放油，然后呢，将韭菜盒子放入锅中，不要着急翻面，等它底部煎的硬一点，你晃动锅子的时候，可以听到面皮在擦着锅子沙沙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就知道底面差不多定型了，就可以翻面了。尽管现在颜色还不是虎皮色，但是呢，你也可以翻面烙另一面，盖上锅盖，让面皮烙熟，再翻过来，看虎皮色就出来了。这样的韭菜盒子好有食欲哦。因为馅料都是熟的，所以再烙一会儿，韭菜盒子就可以出锅了，不需要烙很长时间。面是烫面的，馅料也基本上是熟的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。歪一下，少时快马闯江湖，而今素手弄羹汤。主茶乃说当年事，新冠肆虐又如何？
先看屋檐水，耳听犬吠声，纷纷扰扰多庸人，如絮随风由他去，只求与你共华发，老婆万岁。